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 GBA 平台的合金弹头进化。今天是下半期，咱们来攻略第4和第5关。第3关我落下了一个双倍的手雷弹夹，在录制本期之前我已经去拿了。第4关要拿的卡片也比较多，这里有一张，这张卡片严格来说它不是强化卡，它的作用呢是让你控制载具的时候方向控制相反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大家玩 3D 的游戏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上下左右的卷轴它有相反的选项，有很多小伙伴可能适合这种操作模式啊，用菜刀砍飞机。这是因为之前我拿过一张卡，用你的匕首呢可以来攻击装甲类的敌人了，但这个攻击力不是很高。好，拿到了一张双倍的 L 弹夹，这2个应该是不会错过的。这是一个 C 弹的双倍弹夹，夹缝里这个敌人让我想起了魂斗罗。第2个场景了，这个场景需要拿的卡片比较多。这个坑很大，咱们往后一下。想起了马里奥的跳坑。分支还是比较多的。刚刚往右边走那个不是强化卡，我就不拿了。因为这个游戏你只玩一遍，你是拿不起卡片的。这是一个 S 弹的强化卡，喷枪，让喷枪的攻击力增加。可以接着往上走了，一共大概是4层左右。但如果你想拿齐所有卡片，有的地方你要走好几次。摆在明面上的卡片还有战斧是比较好找的，但是这些隐藏的最好还是到了隐藏关里边拿到卡片之后，然后再来找。这是一个 C 弹强化，跟踪弹的强化。想要进隐藏关，你必须在第5关拿到一张隐藏关场景的卡片。那张卡片我会给大家演示在哪儿拿的。隐藏关主要就是为了完成收集要素。好，这里又重新走一次。这是一个超级的 TNT， 是手雷的攻击力增加。那咱们手雷呢，现在有2倍的弹夹，再加上攻击力增加啊，打 BOSS 的话，手雷应该说输出比较高了。这个场景应该还有一个强化卡哦，后面的这个导弹啊，追着你的菊花跑。这是一张匕首攻击力增加的卡片。这个场景的隐藏的战斧和道具是非常多的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张，这是一张3级甲。没有3级头，3级甲的作用呢是你在载具里的时候，你的减伤30%。像这里呢就有一个隐藏的战斧，这关凡是像刚才这样的地方，一般都有隐藏的战斧或者道具啊，这里也有，但是呢没必要拿全。这是一张人物卡，坑好大呀，但是也跳过来了。这张是宝箱卡，没用，这种卡真的我觉得真是没用。罐头，
看一下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老鼠蛋、蜥蜴蛋，贴着地皮走的那个家伙。这个坦克的位置好尴尬，太坑了这个位置。这关还有非常重要的道具就是手雷了，手雷和 F 枪。之前录制上期的时候，有小伙伴说本作是不是没有 F 枪啊？有的，我记得上期第三关吧，我还捡到了。这里我停了一下，如果直接跳过去呢，直接落到他扔的滚地雷上。感觉机能所限吧，有的时候还会有拖慢现象，同屏人数比较多。好，这是 BOSS 了。这个 BOSS 不难打，反正本作毕竟是掌机平台的、GV 平台的，再加上你有血条，整个游戏就显得不是那么难。开启了扫射模式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射这么快，好的，把它炸下来了。那过关，这关攻略了6分多钟。第5关了，第5关也是最终关。开场呢就进入了飞行模式，这个开飞机我不擅长。对，因为我开车和开飞机的效果差不多，也是能够1秒起飞的。这里飞机如果被打爆了，不知道它能不能下来，就下来带着个氧气罩然后飞。之前的作品里也是可以这样的，所以本作我不知道，因为凭对面的这种人员配置啊，要击中我是比较困难的。GBA 的屏幕还是显得小，闪躲腾挪的空间不是很大。这里呢，你可以继续开飞机，也可以跳下来。我觉得还是开飞机比较好。前2个场景应该是没有隐藏卡片的，尤其是没有强化卡片的。这个飞机飞行的时候，它在这漂浮，而且你的枪的角度可以任意调整。又是这种导弹井，你站得高一点呲它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。坦克，你看都已经是游戏的最后一关了，感觉难度还不是很高。这里被打了呢，马上就给个油。就好像游戏的设计者生怕你的飞机坠毁了。其实如果关卡设计的有一点挑战性呢，就是让玩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那基本上这个飞机保不住。那玩了3-4次之后呢，这个对敌方的出兵的位置有了解了，背板背得比较清楚，然后呢有自己一定的技术和打法，才能把飞机继续保持下去。像这样的关卡难度设计是正常的。GBA 版明显就感觉这个难度设计上它就是非常简单，可能是当年的任天堂或者是游戏的制作方对于 GBA 平台的玩家群体的年龄判断上有自己的判断。好了，这个飞机开不下去了，下面需要徒步了。开始徒步之后呢，有几张比较重要的卡片需要拿。看这关打了一半了，还没拿卡呢。这个坦克我就不打了。这个沙袋里也是有一个卡片的，有个人的啊，有个人的，有卡片。如果你在隐藏关拿了可以看隐藏关的
隐藏卡片和隐藏人质的，一共是2张卡。有了那2张卡之后，你再进行收集就简单多了。但是进隐藏关需要拿到隐藏关的卡片，那个卡片就在这个场景。哦，我竟然让它开过来了，这个手速真是不如年轻的时候。不然，好，就是这张卡，地牢卡。有了这张卡之后呢，通关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地牢了。地牢完全就是收集要素。那这个游戏呢，主线流程就是5章，每章的流程应该说是不长。快点打的话，应该用不了20分钟，10几分钟就能通关吧。但受制于 GBA 卡带的容量限制，做成这样已经可以了。但是它就有个弱点，你来回带卷轴的时候，敌人会重复刷新。好，这张卡片是黑色猎犬卡，就是你在开坦克的时候呢，它就变成了黑色猎犬。那合金战车变成了黑色猎犬。那黑色猎犬的作用呢，就是它发射的导弹呢是跟踪的。这个坦克我重新带了一下卷轴，结果呢它就复活了。这里有一张世界地图。看世界地图上有2个闪光的地方，这2个闪光的地方大体上，对，这里它就是有隐藏的东西的。这是一张 H 枪的强化，H 枪的攻击力增加，然后马上就给了你一个 H。这是激光的攻击力增加。哦，这个坦克跳不过去啊，它的尖刺能扎到你，我只能把它打。然后坦克这里呢还有张隐藏卡，这张卡片是 F 枪的攻击力增加。每个枪呢有2个强化，一个是弹药双倍，一个是攻击力增加。是的，还玩忍者这套。这里有个隐藏的弹夹。那成了，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最终 BOSS 呢，几种攻击方式吧。他放这种小飞行器的时候，他是无敌的。放完了之后，咱们就可以用手雷炸他。他这个攻击是比较好躲啊。总之，这个最终 BOSS 他就不难。然后呢，他第一次爆炸之后会改变攻击方式。你如果手快的话，是可以在他把下面的平台轰碎之前把他干掉的。但我的手速啊，年纪在这了，是吧？好了，那这样呢就通关了。好，也拿到了这个最终 BOSS 的卡片。那通关之后呢，剩下的就都是收集要素了。因为本作一共是100张卡片，然后100个人质，有很多是隐藏起来的，这个需要你通关之后再重新来收集。这样一款 GBA 平台的合金弹头进化也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可以看出整个游戏的素质呢，如果放在 GBA 平台还是可以的，但其实如果纵观整个合金弹头系列的话，我觉得这样一款作品仅仅是一款外传小品性质的作品，不是很及格吧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